如果你被卷进门外有杀人狂的超市中，又发现和你躲在一起的人中有他的同伙，你会怎么办？因为第一次出国留学，闺蜜为了让我了解当地风情，便带着我一同逛超市。然而就在我们精心挑选零食的时候，突然远处传来了一声尖叫，紧接着混乱的人群向我们袭来，我们不知所措地躲避着，但冲撞中闺蜜被撞倒在地，我连忙将闺蜜扶起来，直到我们看到一个满是血迹的女人，才慌不择路地跑了起来。好不容易我们找到了一个人多的地方躲了进去，经过打听才知道，原来有杀人狂闯了进来，有好几个人都被砍伤。在场除了我和闺蜜还有几个人，大家都互相不认识，只是恰巧被困在仓库里。没过一会儿，门外传来一阵清脆的脚步声，那声音似乎不紧不慢地在外面晃荡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直到脚步声慢慢地远去，我才长吁了一口气，大家紧绷的心情也稍微放松了下来。每个人纷纷拿出手机想要报警，可能是因为仓库的位置偏僻，或者是手机信号比较集中，电话一直打不出去。没多久，门口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快开门！门外一个女人疯狂地喊道，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门外又发出了2声惨叫。我们所有人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女人的叫喊声戛然而止。我缓缓地低下身子，想要透过门缝看看外面的情况，结果我看到的是一个女人一动不动躺在地上。我没忍住惊叫一声，浑身颤抖，对着大家说：她好像死了。我被眼前的一幕吓得语无伦次，房间里沉闷的气息让人感到压抑。门外已经许久没有声音了，我们也屏住呼吸，不敢发出任何声响。可不久后，门外突然又有人敲门。里面有人吗？外面现在安全了，你们出来吧。我们相互对视了一眼，不太确定外面是什么情况。一个大叔颤着声音问道：你是谁？我是超市的管理员，我知道超市的后门在哪里，我带你们先逃出去。听到这儿，众人如释重负，正准备上前开门。等等，确定要开门吗？如果他是凶手呢？我急忙低声阻拦，众人瞬间陷入了沉默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超市管理员？没过一会儿，门缝处被递进来一张工作卡，闺蜜急忙将卡捡起查看，这卡确实是超市员工的。不过闺蜜在接到工作卡的时候惊恐地捂住了嘴，急忙将我拉到一旁，在我耳边悄声道：这双鞋我在摔倒的时候看到过，所有人都在逃跑的时候，只有这双鞋的主人仿佛在散步一样悠闲，所以他肯定有问题。闺蜜狠狠地抓着我的手臂，有些颤抖。闺蜜不会骗我。听到闺蜜的说辞后，我对着门外喊道：工作卡并不能证明你的身份，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不报警等警察来呢？门外的人迟疑了片刻，手机摔坏了，打不了电话。仓库的第一排放的是麻吉饮料，这是我早上刚搬进来的。如果我不是管理员，我怎么会知道这些啊？我得对顾客的生命安全负责，相信我，把门打开吧。听到这，一个中年大妈去确认了货架上的东西。货架上的东西是对的，我们先出去吧，这里太压抑了。转身，他和大叔想去把门打开，另一个戴着眼镜的小伙从角落里站出来。你们先别冲动，仓库里的东西在提货单上都可以查到的。如果门外的是凶手的话，那太危险了。我随声迎合。况且你们看，头上有监控，仓库里的东西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你想的太多了，我孙子还等我回去给他做饭呢。你们不出去，我得出去。出去是可以，但是现在我们又看不到他长什么样子，万一这个工作证是他从仓库管理员手里抢来的呢？大妈看我阻挠她出门，一脸鄙夷地看着我。那你这么说，难道警察来了也要你同意才能开门？现在有人救我们，就赶紧走吧。管理员，你帮我们看着点，我们马上出去。大叔侧耳等待着门外的回话，可门外迟迟没有动静。啊，他怎么不说话了？他不会走了吧？都怪你们，救人还挑三拣四的。现在好了吧？片刻的沉寂后，外面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。快开门，你们快出来！我刚才去了隔壁的监控室，你们之中有个人就是凶手的同伙。